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小面包，叫一口小芝士。操作整形都非常简单快手，烤出来的面包呢，外形又非常的可爱，味道松软香甜，一口一个。于是大家就都叫它一口小芝士，现在非常流行。这款面包虽小，里面却含着奶酪芝士馅，我还加了古早花生黑糖作为点缀，所以它的面团的话，我们采用直接法来操作。做面包原材料基本上都需要固体的粉类、盐、砂糖，油脂类基本上都用黄油，还有是液体的鸡蛋或者牛奶水。这里加入低粉，可以让烤出来的面包更加的蓬松。黄油记得要提前拿出来，在室温中软化。做一款面包之前，可以看一下配方中3大类的所用的含量，以后可以自己来调整配方。我们往打面缸中倒入高筋面粉、低筋面粉，所有的固体材料、砂糖、酵母，把固体材料首先给搅拌均匀。我们最好不要让酵母跟盐或者砂糖这些高渗透压的东西直接接触。一个鸡蛋打散，取35克到面团当中，余下的用来刷面包的表面。夏天温度高的话，要记得用冰牛奶，冬天要用温牛奶。第一次做的时候，记得预留少些牛奶，一会儿面团打成团之后再来看要不要加进去。首先用打面机的最低速把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。混合材料的时候，不妨帮着打面机一把，尤其是像这种打面锅的话，本来就是面团比较难栽上去，所以你需要提前帮它初步的混成一个团之后，再用打面机来打面，否则整体打面时间就会被拖长，造成面纹升高、面团提前发酵等问题。低速搅打1分钟左右，我们看一下这时候面团的状态，来判别要不要把之前留的牛奶加进去。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它的湿稠程度应该差不多，用手去牵压一下，稍微有一点沾手，这个状态是最好的。把面团先放在冰箱中冷藏30分钟，打面钩上包上保鲜膜，防止一些沾到的面团变干。30分钟之后，面粉跟水已经发生了水合作用，面筋已经慢慢的开始形成了。我们扯开看一下，其实这时候有3成筋左右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手揉面包或者机器功率比较小的话，不妨采用水合法。你也可以这时候不加酵母，把面团放在冰箱里面过夜水合也是没有问题的。第二天拿出面团，再把酵母加进去。打面的时候，平时记得放一个计时器，一来积累经验，二来可以防止面团打过。面团随着搅打形成面筋，表面会开始变得光滑，可以挂在钩子上面。高速打面今天打了8分钟，因为这台机器功率比较小，只有500多瓦。我们看一下这时候的膜，就是比较粗的厚膜，洞口呈锯齿状，这就是加入黄油的状态。加入盐和软化好的黄油，盐可以增强面筋，但是它又会阻碍面筋的形成，所以我们选择放在后面跟黄油一起加入。加入黄油之后，黄油是油脂类，属于比较滑，记得一定要用低速把它慢慢的溶解到面团之后，再开始提高速度打面。黄油加入之后，面团的面筋会被重组，面团会变稀，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但是一旦你提高速度开始打面之后，面团又立马的会恢复光滑，面筋又会重新的形成。再在缸底的面团也会被整个面团给带起来。我搅打了大概6分钟左右，黄油沾一下放黄油的小碟防沾一下，取上一块面团，上下左右的随着面团的筋性把它扯出一个薄膜。这块面团达到9成筋就可以了。面筋一定是有一定的韧性的，洞口是比刚才光滑很多。当然你打到传说中的手套膜也完全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个小面包其实9成筋、95成筋就差不多了。记得拉扯它是一定是有非常强的筋性的。取出打好的面团，测一下面温，一定要控制在28度以下。如果你不想揪一块面团下来看膜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这时候检查一下膜的状态。面团稍稍向内折叠成一个圆球。一般来说，只要面团不是特别湿，我都不会去撒粉或者刷油。放入烤箱，放上1杯热水，增加湿度，进行1发，28度即可。你也可以放在室温发酵都没有关系。面团发酵的时候，我们来准备奶酪馅。奶油奶酪在室温中软化到用刮刀可以轻易摁动，把它压拌成细腻一点。加入糖粉，把两者混合，
糖粉遇到奶油奶酪融化成水，会让奶酪变得更加细腻一点。面包房卖的一口芝士里面的芝士屑，它会比较硬挺，是因为里面加入了吉士粉。但我觉得自己在家做的话，就不用加这种额外的添加剂了。稍微爆出来一点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往里面加入2大勺的奶粉，你可以用一般的奶粉，或者是我今天用的是椰子奶粉。奶粉也是为了增加香味和让蟹变得浓稠一点。不喜欢芝士的话，可以用我之前大麻花里面的酸奶蟹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或者可以在里面加咸口味的香肠。搅拌顺滑之后，装入标花袋，一会儿备用。面团发酵完成之后，体积明显变大，用手戳动不会回缩。用手轻拍的话，就跟拍成熟的西瓜一样，是那种空空的声音。硅胶垫上撒一点干粉，我比较推荐用硅胶垫，比菜板好用多了。我们开始把面团给它排气分割，用手稍稍按压出一点大的气泡。这时候我们不用把它排气排得很干净，后面小面团整形的时候，我们会给它彻底的排气。切割面团的时候，尽量保证完整，不要有太多小的碎的面团。每一个大概115克左右。分成5个面团之后，我们取一罐面团，把碎的包在里面，折过来形成一个稍微光滑的表面，用手做空心状，把它滚成一个圆形。不用把它滚得太紧，你滚得太紧，一会儿松弛的时间就会太长，也可以直接在手里滚圆也没有问题。底部翻过来，要是太散的话，可以稍稍把它封口，盖上保鲜袋防干，松弛20分钟。准备一些帕玛森奶酪芝士粉，放在一个长条形的盘子上。这个是古早花生黑糖蟹，可以参考我之前青团视频里面的制作方法，还有之前做好的奶酪蟹。松弛好的面团，两面稍微沾一点干粉，然后用手收成一个椭圆形。擀面杖上也稍微沾一点干粉，从中间往上下两头把它改成一个椭圆形。松弛好的面筋是非常听话的，把它翻过来，面筋可能会稍稍回缩，没有关系。我们继续顺着面团的筋度把它改成一个长方形，长度大概在20公分左右。稍微最后用手整理一下，把4个角稍微摁一下，贴合在硅胶垫上，挤上刚才的奶酪蟹，在上面再撒上一些古早花生黑糖蟹。这个蟹在里面真的是画龙点睛，特别好吃。然后把面团包过来，把蟹包裹住，这一步一定要把它压紧了，不要让面团这个蟹露出来。然后顺势把它卷成一个圆柱形，记得底下要把它稍微摁扁，方便一会儿收口的地方接得比较紧密。所以说它的整形是特别简单的。我们整成一个圆柱形之后，刷上刚才余留下来的15克的全蛋液，再上一整条的帕玛森奶酪粉，放在一个可以进你家速冻的烤盘上，因为我们需要把它速冻20分钟，否则的话现在去切的话是比较难切成好看的形状的。同样的操作，我们把所有的面团都给它整形好，盖上保鲜袋，放入速冻冷冻20分钟，20分钟就够了。千万不要把它冻的温度太低，这样会延长2次发酵的时间。取出冷冻20分钟的面团，用手摁压是稍稍有点硬的程度，我们用刀把它对半切开，对齐2个面团，把它切成4份，记得两端收尾的地方把它切下来。冷冻过后的面团切面会比较平整。最后的边角料我们也不要浪费，把它一个个捏起来，做成一个小花的形状。切好的小面团放在烤盘上，我们开始第2次发酵。2次发酵的温度在32到35度之间，湿度在75到80左右。一般在烤箱里面加1碗热水就可以增加湿度。2发以体积为准，发到体积明显变大，用手去戳泵的话，它会稍稍回弹就可以了。团本身比较小，也就20几克，所以我今天只发了40分钟，记得千万不要把它发过了。180度烘烤12分钟左右，烤到表面奶酪上色就可以拿出来了。里面的芝士蟹可能会有稍稍的爆出来，其实你可以戴一个手套，把蟹直接给它摁进去也没有关系。放在架子上晾凉。这款面包温热的时候吃是最好的，所以平时吃的时候不妨在微波炉里面加了5秒钟左右。
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一口小芝士，吃到嘴里一口一个，特别的柔软，带着里面的内馅，配上一点黑糖的味道，我非常推荐这款小面包。那我是毛毛，希望你喜欢这一期的一口小芝士面包视频，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记得在视频底下留言，我看到一定会回复的。